前阵子我们和大家没头没尾的聊了一下魅族和小米的机圈10年，做完了之后，感觉我们内部回忆万千讨论了一下，我们决定开启一个小白测评的全新系列——成王败寇。是的，我们又来挖坑了在这个系列之中呢，我们将主观的盘点一下各个厂商时至今日3款成功和3款我们主观认为比较失败的机型。我们借此带大家回顾一下国产智能手机市场的10年历程。今天是我们的开篇第1期。它是现代智能手机时代的绝对开创者，苹果。苹果最成功的机型，肯定很多人第一个脱口而出的就是 iPhone 4。但是我们觉得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这个系列讨论的范畴，一定在这个之上iPhone 4可以说是一种从0到1的创新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 iPhone 打破了诺基亚、摩托等厂商建立的功能机帝国。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甚至时至今日，安卓手机都在模仿和借鉴 iPhone 进行再创新。往小了说，它革了传统功能手机的命，影响了整个手机行业；往大了说，它直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改变了这个世界。它也是奠定了苹果以及整个手机行业未来10年走向的产品。自此，整个行业进入了全新的时代。在 iPhone 4之后，我们主观认为最成功的第一台其实就是 iPhone 4S， 因为从 iPhone 4开始，国人真正开始熟知 iPhone。三明治结构的机身，直角边框，简约但不失质感。iPhone 12回归的直角边造型，引发了果粉高呼也都证明着这个设计的经典性。要不怎么说好的设计是历久弥新的呢？这不是我说的是迪特拉姆斯说的。4S 更大的意义是让销量打开，让更多人开始接触到苹果。更快的 A5 双核处理器，800万像素的后置镜头，1080p 的摄像，双天眼设计，在当年都是非常顶级的配置。并且 Siri 语音助手的出现，极大的推动了语音识别这个技术领域的发展普及。对于当年还是学生的我来说，手机可以回答问题这个 Siri 就是科幻电影照进现实而且最重要的是 4S 是乔布斯老爷子在走之前最后一台全程负责的手机。主观认为成功的第2台 iPhone 就是 6S， 相比于 iPhone 6增加了骚气的玫瑰金配色引发了抢购热潮6S 还首次加入了 3D Touch 压感技术。苹果当时对这个交互方式寄予了厚望。当时大众持着2种态度许多人觉得这个功能没什么用需要很高的学习和习惯成本。某次我回老家有一个女同学用了1年多这个手机都不知道重按这个功能。当时还有一部分人觉得 3D Touch 大大提高了手机操作的效率，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也证明了按压操作很容易被长按替代苹果自己就是这么做的。我个人其实还挺喜欢 3D Touch 这个功能的，因为在游戏中重按开枪对于我自己来说简直不要太符合人体直觉。其次，万年没升级的 CMOS 换成了 1.22 微米 6S 系列还支持了 4K 视频的拍摄，它还加固了机身结构和材料，后面也没再大规模出现压弯 iPhone 的问题了。A9 处理器的性能相比于上一代提升了 70%， 内存升级至 2GB LPDDR4， 不过在当时的安卓旗舰已经开始搭载 6GB 的 RAM 了。iOS 优秀的系统管理和性能升级直接导致了这代手机成为了知名钉子户，而且6和 6S 全系列也是苹果目前为止销量最高的机型。到现在还在用 6S 看视频的小伙伴扣波6，让我看到你们的存在。主观认为最成功的 iPhone 第3台 iPhone X。iPhone X 和 iPhone 8是同时发布的。这一代有个非常有趣的信号3款手机都回归了三明治结构。iPhone 8很显然只是个引子，这场发布会的重点就是 iPhone X。当其他厂商还在纠结各种边框宽窄问题的时候，苹果直接搭载了一个4边等宽的 5.8 寸 OLED 屏幕。这台机也是苹果抛弃 LCD 屏幕的开始。A11 Bionic 芯片比上一代的 A10 快了 30%。最重要的是，家族血统的5伏1安充电终于升级成了18瓦 PD 而且还支持了10瓦无线充。作为苹果进入全屏时代的第一款产品，2017年的 iPhone X 已经算是滞后了。毕竟当时的安卓阵营都在真全面屏下开始进一步提高屏占比了。iPhone X 开始也取消了指纹识别，带来了全新的解锁方式 Face ID。结构光这个挺科幻的功能，苹果竟然将它量产并塞进了小小的刘海里。iPhone X 之后，苹果也进入了全面屏时代。我知道肯定有许多人并不认同这个 iPhone X 是非常成功的，但作为争议如此之大的一台手机，尤其是在被高呼刘海屏真丑的情况下，iPhone X 开始成功的将刘海延续至今，这已然算是个教育用户的成功了。大家如果都不想要刘海的话这机器是怎么卖出去的呢？而且你现在点赞我就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3、2、1，点完了吗？下一代就没刘海了。主观认为失败的 iPhone 第一台 iPhone 5C。
iPhone 手机高端旗舰的位置，时至今日都是毋庸置疑的。但终端市场，苹果也并不是直接给忽略了啊。iPhone 5C 就是苹果想要进军终端的第一步。5C 为了成本，在后盖的材质上选择了聚碳酸酯，这是塑料机身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 iPhone 上，也算开创了 iPhone 多彩配色的开始。聚碳酸酯虽然好看，手感也舒服，但是不耐脏也不耐刮，而且相较于阉割的指纹识别，5C 的售价并没有很便宜。最重要的是 ，iPhone 的品牌身份被打破了啊！用着这台手机，当时有种说法啊，就是我想买 iPhone 装逼，但是买不起贵的，只能买个5C。而且在那段时间，经常会有你买我推荐，要我不买的尴尬。发布数周之后，5C 便出现了 iPhone 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降价，最后的整体销量也不理想，这让5C 几乎成为了 iPhone 历史上最失败的一台手机。（括弧主观嘛啊，以 C 结尾的系列后面也没再出第二台。主观 iPhone 失败的机型第二台 iPhone 7，隔年发布的 iPhone 7正面 ID 设计并没有明显的变化，我个人觉得这是最没有果味的一代 iPhone。阳极氧化和抛光打造的亮黑色一点也不耐刮，且成本极高。虽然很漂亮啊，但苹果后面也再没用过这种工艺。A10 处理器相较于 A9 在制程上没有进步，16纳米的工艺再加上疯狂的堆砌晶体管提升性能，导致 iPhone 7在高负载玩游戏的情况下发热量巨大，配合全金属机身，那体验真是酸爽。但时至今日，我们回过头再看这台手机，苹果似乎在这台机开始做了新的未来规划，也通过这台机释放出了很多信号。首先是移除了 3.5 毫米的耳机孔，给 AirPods 开始铺路，同时放弃了非常容易坏的传统机械式 Home 键，改为了触摸加震动马达模拟的形式啊，并且这质感非常逼真啊。从此之后 ，X 轴的震动马达就被誉为了旗舰机的标准配置，也出现了那个调侃：众所周知，手机最重要的是啊，大家可以走入弹幕。7代作为苹果手机史上口碑第一次出现较大下滑的机型，苹果在这一年的脚步明显要慢了一拍。设计上在当年都略显平庸，整机缺少了一份独有的精致感。而且从那年开始，许多安卓旗舰都在拍照上开始隐隐的有超过 iPhone 的趋势，这也导致了苹果自己都没有给它出 S 代的版本更新啊，后面就直接是 iPhone 8了。主观失败的 iPhone 第3台 iPhone SE2。SE2 在发布之前啊，当时有许多人猜测啊会用 iPhone 11同样的设计语言，这小屏幕加小刘海，甚至还有传言说这一代 SE 没有刘海了，传的那是神乎其神。但最后苹果就发布了一台 iPhone 8的复刻版，算是直接把清理配件库存这几个字给写在脸上了。而且 SE2 只有黑色前面板，估计是8代的白色前面板卖光了，没有库存了吧。虽然搭载了最新的 A3 处理器，对得起小钢炮的称呼，但由于机身比较小，散热不太行啊，稍微玩游戏就会发烫，而且电池容量仅为1821毫安时。我觉得买 iPhone SE2 的一定是个好男人啊，因为不仅每天晚上回家得充电，中午甚至都得回家充个电啊，这样频繁回家的人肯定很顾家。总结，我们再重申一遍啊，这些机型都是我们的主观选择，大家也可以评论说出你认为的最成功和最失败的 iPhone。其实从根本上看，每一代产品都不能单纯的论成功和失败，毕竟从产品力和销量，尤其是从利润上来说，每一代 iPhone 都是成功的。从 iPhone 4开始，已经陪我们走过了11个年头，这11年间，从技术创新到交互进步，每一代 iPhone 都或多或少的对整个手机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，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苹果引领了整个手机行业，实现了大步跨越，小到产品包装，大到规划迭代，对其他手机厂商都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借鉴思路或避雷指南。就像当时国产手机圈说的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看看苹果是怎么办的。在乔布斯时代，产品是以设计为主导的思想啊，这一点是无可撼动的。但随着机圈技术进步的放缓，我们现在从 iPhone 上看到的创新也确实越来越少了。库克领导下的苹果，产品市场主导性啊，这个感觉也越来越明显。之前我们在手机简史详细聊过库克啊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随着国产智能手机的强势崛起，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 iPhone 也有了自己的紧迫感。从最近的系统各种更新的小功能上也能看出，之前执着于替用户做选择的苹果也开始主动的去适应用户的声音。最新的数据显示，目前的苹果一家依旧拿走了全球手机市场75%的利润。你没有听错啊，就是一家75%。你可能不认同它的产品，可能否定它的价值观，我自己其实都不喜欢它很多做法啊，比如强行环保是吧？但你不得不承认，它依旧是目前全球成功的手机制造商，甚至在很多地方没有之一。OK， 下期的成王败寇系列，想让我们聊谁呢？可以走波弹幕。更多人文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不关注点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！记得点赞，感谢。